当前，我们中国有4大前线：一是东北亚、朝鲜、日本；二是台湾；三是南海；四是中印边界。虽然中国在这4大前线分别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但很显然中国无法一下子全部解决这些问题，唯有各个击破。让人可喜的是，我们中国刚刚稳定了1大前线。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12次会议9月27日至28日在成都举行，双方外交部门一致同意贯彻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精神，进一步密切两国外交和国防部门的沟通协调，妥善管控涉边问题，增进边防交往与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中印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国和印度之间最大的矛盾是边界问题，双方还因此发生多次对峙，甚至是战争。1962年，当前印度在中印边境部署的兵力已达10多万，印度陆军有10个山地形作战师，其中6个驻扎在中印边境。作为应对，中国也在西藏地区部署了大量军力，特别是在去年发生的洞朗对峙，中印双方一度调兵遣将，这极大地分散了中国的精力。现在，中印双方一致同意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意味着中国在西线终于可以歇一口气儿，这可以让中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南海方向。最近那有很多人在搞事，也许有人会问，印度靠谱吗？现在是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12次会议，说明已谈过了11次。印度还不是在这些会议后搞了些事情，但这一次真的不同了，印度已经改变了其战略。印度现在谋求的是与中国合作及竞争并存，合作优先竞争，不再一味地选择对抗。这些改变可以从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武汉非正式会晤及香格里拉大会可以看出来。当然，这第12次会议无法解决中印领土争议，它只是让双方在找到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之前，妥善管控边界争议，共同维护和平与安宁。要防止小的恶性事件变大，避免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中印边境和平安宁是一些势力所不愿看到的，他们屡屡制造事端进行炒作。早前，印媒炒作中国军队侵入印度领土，更明确称中国士兵在上个月曾3次侵入印度，甚至深入4公里。但是，中印双方的政治智慧经得起考验，这些破坏中印友好的企图没能得逞。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可将更多精力投入南海。南海问题比中印边界问题涉及的国家更多，关系也更错综复杂，而且美国一刻都不让南海平静。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30日报道，美国海军比凯特 USS Decatur 号飞弹驱逐舰当天在距中国赤瓜礁及南薰礁12海里范围内航行，美国海军将之宣称为航行自由行动的一部分，意在加强美国在国际水域自由通行的权利。此外，美国海军黄蜂号2栖攻击舰9月27日在南海进行实弹演习，美军 B-52轰炸机9月26日飞越南海上空。英国海神之子号船坞登陆舰在8月31日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日本海上自卫队黑潮号潜艇和加贺号直升机护卫舰等3艘舰船13日在南海实施了训练。此前，法国军舰也曾进入南沙群岛海域。美国及其盟友在南海的挑衅行为接二连三，不但对中国的主权造成了威胁，更影响了该区域的和平稳定。对此，有很多网友感到愤怒和窝囊。中国为什么不击落他们？为什么不撞沉他们？其实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但请相信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相信我们的解放军，他们会有办法治美国的。我们静候佳音吧。XLW， 美国下个月将纠集数十国家拟定在南海举行大规模军演，并穿越台海，将中美紧张局势推向危险境地。10月9日，美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称，多年来美国一直与中国在南海争斗，但事实上，中国在南海的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川普的错误做法将帮助中国赢得胜利。文章作者罗伯特·卡普南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在2009年被美国防长盖茨任命为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向美国防部提供咨询意见。原文如下。中美在南海的博弈从未停止。中国知道是遵循古老的《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一直是每次迈出一小步，在这里开垦个岛屿，在那里修建一条飞机跑道，在另外一个地方部署飞弹，在南海海域临时部署一座石油钻井平台，设置一个行政区划等等，每一步都旨在形成一种小现实，却不会引发其他各方的军事反应，因为中国认识到没有必要与美国发生战争。另外，在海空武器装备上也存在差距。中国正在稳定有序地推进南海行动，有步骤地实现愿景蓝图。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颇有点志得意满的感觉。他重新谈判的北美自贸协定，随着墨西哥、加拿大的妥协，即将按照他的意志达成了。他不顾国内一片反对声提名的性侵丑闻缠身的卡瓦诺担任美国大法官一事，被国会投票通过了。一切看起来似乎都那么完美国，虽然他在不久前的联合国大会上的一番自吹自擂遭到一片哄笑，但在特朗普看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是要做不一样的烟火。然而，特朗普也有自己真正的糟心，因为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千方百计要跟他过不去。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一场席卷全美的签名请愿弹劾总统的活动，因为卡瓦诺成为大法官越演越烈了。此前每天大约新增加3000名左右的签名者，而近期增加到了每天上万名。截至目前，签名者已经高达600万人，他们共同敦促美国国会发起弹劾特朗普的程序。签名活动的发起人斯泰尔在广告中称，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卡瓦诺多次误导委员会。我们知道他致力于让总统凌驾于法则之上，所以我们不允许他进入最高法院。民主党全民委员会主席佩雷斯则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人民正在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我们不会停止游行，我们也不会停止战斗，我们将在选举日投票给那些与我们分享价值观的领导人。请愿活动首席战略家凯文·马克表示，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激励民众对总统采取行动。白宫越疯狂，越有利于民主党参与治国。当然，在美国要启动弹劾总统的程序并不那么容易。按照美国宪法第2条第4款之规定，总统、副总统及美国联邦政府之各级文官，因叛逆、贿赂或其他重罪轻罪之弹劾而被定罪时，应该解除职务。要启动这一程序，需要有公民或众议院议员向众议院提出弹劾指控，然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是否受理。受理后则可以启动调查程度。如果对总统的弹劾动议在众议院有过半数议员通过，才能将此案提交参议院审理。而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3款，参议院专享审理所有弹劾案的权利。美国宪法还规定，无论任何人非经参议院2/3议会成员通过，不得定罪。由此可见，虽然当前有600万人签名请愿，但要真正想弹劾特朗普，需要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受理，过半数通过提交参议院后，再经参议院2/3议会成员通过，才能完成弹劾。按照这样一个标准，特朗普的总统大位基本无忧。毕竟，特朗普所在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占据多数，弹劾特朗普的案子想要得到受理并过关，可能性似乎不大。不过，特朗普虽然不担心自己的总统位置，但还是非常在意即将到来的议会中期选举的，因为如果共和党丢掉众议院的席位，意味着对特朗普的弹劾可能在众议院受理并通过。这样的结果一旦出现，对于自我标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的特朗普来说，可就难堪了。毕竟，美国历史上虽有过众议院通过弹劾总统的先例，但尚未有人真正被参议院通过弹劾的先例。
当年的尼克森也是在有关证据确凿、众议院通过弹劾案后提前主动辞职的。特朗普一直自夸自己在总统任上前的漂亮，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得需要美国选民说了算。据 CNN 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8月份的42%降至36%，只有32%受访者认为他是诚实且值得依赖的。而昆尼皮亚大学的民调则显示，55%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不适合当总统，65%的人认为他不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还有42%的受访者认为他的精神并不稳定。也许对于民调数据，特朗普会在嘴上再送上一句假新闻，但他的内心恐怕并不真的这么想。否则，他也就不会那么在意即将到来的美国议会中期选举了。特朗普无中生有的大动干戈，宣称有些国家在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其实是真的担心中期选举失利，进而导致被弹劾一下的下场。其实，弹劾特朗普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9月份的时候，《纽约时报》就披露了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曾在2017年建议对特朗普进行秘密录音，并欲启动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免特朗普，这让特朗普十分愤怒，斥责司法部有种挥之不去的恶臭，誓言将会摆脱他。现在签名请愿弹劾特朗普声势越来越大，特朗普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也许在他看来，自己兢兢业业地在为美国在伟大操劳，却如此费力不讨好。看来这一届美国人民真的不行，真是委屈到家了。这2天，中国在航天领域又办成了一件大事，它不仅成为各大国际媒体报道的焦点，还让一些外国网友感叹自己太天真。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请看下面视频。9月19日22时7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38颗北斗导航卫星，这2颗卫星上首次装载了国际搜救组织的标准设备，这意味着他们今后能为全球用户提供遇险报警及定位服务。在报道的标题中，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BBC 直呼北斗为美国全球定位系统 GPS 的对手，称北斗的目标不只是服务亚洲，而是全世界。全球社交网站上更是惊呼声一片，有外国网友感叹道：“中国冲呀，你总能让我惊讶不已。”也有网友淡定地表示，中国过去5年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突飞猛进有目共睹，现在发射2颗导航卫星就是正常操作。一位英国网友在眼红的同时，不忘自嘲本国，祝贺中国。与此同时，英国一旦脱欧将无法访问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我想，高精度全球定位在未来创新领域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吧。另外一位美国网友的话更像反省：太炫酷了，我怎么那么天真，居然从没想过 GPS 会有替代品。有意思的是，仅仅半年前，还有人对于中国的北斗系统不屑一顾。今年2月，中国成功发射2颗北斗卫星时，当时就有美国网友在脸书上妄自尊大的评价说到太空飞行器领域，我们美国是全世界最牛的。我对中国所谓的新发明没啥期待。而这一次，英媒援引防务专家的话指出，北斗这个能与 GPS 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将助力中国实现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的雄心。专业学者认为，不再单纯依赖 GPS 的中国，能在更多领域有所作为，比如精准农业、服务高铁、共享单车、智慧城市建设等。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建成由35颗卫星组成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实现全球覆盖，卫星上天。重点在于应用。BBC 举例称，在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前必须骑摩托车数英里去给牲畜送水的牧民，现在只要发条简讯就可以操作基于北斗的自动送水系统。牧民用北斗放牧神器在家放牧，图为骆驼带上智能定位项圈，
正是凭借这些技术创新，北斗系统不断收获国际认可。早在2014年，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正式将中国北斗系统纳入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杨元喜介绍说，相较于 GPS， 北斗部分技术更先进，同时还保留了通信功能、短报文服务，使用户不仅实时知道自己的位置，还可以告诉别人自己的位置，这是其他卫星导航系统所不具备的能力。这都将为国际救援贡献中国力量。而此次最新搭载搜救设备的2颗北斗卫星，也成功让国际搜救卫星组织正式认可北斗加入全球卫星搜救系统，利用北斗系统研制的手持导航应急终端产品。外媒还注意到，北斗的部署正进入空前密集的发射期，今年已经发射了10多颗北斗卫星。国际科技媒体评价称，2018年是北斗系统最重要的一年，因为今年发射的卫星将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提供服务。对此 ，BBC 报道指出，目前北斗系统已经与巴基斯坦、辽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开展应用合作，这是中国太空丝绸之路的重要一步。当然，开发和运营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并非易事。航天专家认为，怎样维持北斗系统的可用性和连续性，并让用户建立起信任，这些都是